建造一座园林需要什么？是太湖石、黄石、竹笋石，还是花梨木、金丝楠木？也许需要，也许都不需要。如果只使用水泥、红砖、白灰、楼板这些简陋的材料，能否创造出美丽的景致呢？它叫影园，影子的影，园林的园。它平平无奇，既不是文物保护单位，更不是世界文化遗产，既没有悠久的历史，更没有华贵的装饰。这座私人园林开始建造于上世纪70、80年代，从它的材料可以看出造园的年代物质的贫乏。洞门墙以普通红砖砌成，外刷白灰。花窗是园主自制的模具，用水泥浇成。博案以砖代石，再用水泥勾填缝隙。拱桥以砖叠成拱券，桥面刮水泥。板桥用普通人家建房用的楼板架设。石笋用水泥和碎石块混合浇筑成型。假山以大块碎石凹凸堆叠出造型。这个园林使用的是如此简陋的材料，加之如今已经荒废破败，却越发让人感觉到从内而外散发的卓绝匠心和独特魅力。再回到开头的问题，建造一座园林需要什么？或者我们换一种问法，园林的美来自哪里呢？这就需要从什么是园林说起。很多人都以为园林就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仿照自然营造的景观。持这种想法的人大概并不知道什么人会营造一座园林，或者营造了园林用来干什么。如果园林仅仅是模仿自然的景观，只是用来看的，那么绝大多数人大概都不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建造园林。因为再美的东西都经不起一遍又一遍的看，每天每月每年的看，必须赋予它使用价值，才能长久的存在。事实上，不论是北方的皇家园林，还是南方的私家园林，都有其使用价值。满清的皇帝在避暑山庄或者圆明园居住、听政、处理国事，闲暇时可以登山、泛舟，也可以开展宗教活动，甚至可以打猎。江南的文人在他们的园林中读书、弹琴、冥想、品茶，招待客人，举办聚会。园林是为了生活的场景和活动而建构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活状态。因此，评价一座园林美不美，并不应该纯粹看建造用的石头、木头是否珍贵，或者叠山、取景、布局的手段是否高超，而应该带入到园主的生活中，从园主使用的角度观察一座园林，或者索性把自己带入到园林中，创造出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园林生活场景，然后再去评价。现在我们就能够知道影园的美在哪里了。影园由苏州的老中医彭昭亮先生于1972年开始建造，从彭先生50岁开始，一直到近100岁，影园一直持续不断地在建造和完善中，主要布局和建筑都在上世纪70、80年代建造。
那是个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彭先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获得其他著名的江南园林所使用的贵重材料和古树名木，只能从他的生活中就地取材，建造影园所使用的材料，用在当时那些普通的建筑物上，不仅不美，甚至还很丑陋。但彭先生就有这样一双魔术般的手，化腐朽为神奇。其实，魔术般的何止是彭先生的这双手，更是彭先生的生活，以及彭先生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和那个时代。如今我们能够见到的苏州园林，绝大多数都是清末的修缮所遗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最近几十年陆续修复或者重建的。这些园林在明清时期，也许是园主生活的场所，是园主生命志趣的寄托，但在当代，对园林的修复和重建都带有现代人的理解和诠释，使得修复后的园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人对历史的再创造，而失去了当初园主的生活和志趣。尽管很多园林依然是造景的教科书，但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园林的本质和精髓。相比之下，影园作为一座私人自建园林，始终保持着最初的面貌。它没有经过大规模的修缮，也未被商业化开发，因而保留了园主最初的设计理念和生活印记。影园的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彭昭亮先生对园林艺术的独特理解和园林生活的个性诠释。这种未经修饰的原始状态，使影园成为研究园林的珍贵样本。然而，如今影园所在的区域已经拆迁，影园成了一个孤岛，人去园空，只能在废墟中依稀想象当年的盛况。即便如此，他所记录的那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心中的造园理想是不可磨灭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价值比入选了文保单位和世界遗产的园林更加珍贵。遗产已经不是古人造园的面貌，而影园则是活生生的造园史，也是苏州这座城市精神的最好体现。